们现在来到了这个地方是非常有名的浙江千岛湖。当然，提起这个地名，在台湾的民众的心中立刻勾起了复杂的记忆。1994年发生了一个案件，对两岸当时的关系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当然，如今的千岛湖当地呢，还是努力的重建了它的观光生意。其实千岛湖来说，它并不是一个天然的湖泊，而是在53年之前呢，因为新建水库的需要，于是水整个淹没了这个地区啊。那当时疏散了大批的人口，而且有1300多个村庄，这1300多个村庄永远就沉到了湖底下去。终于历经了好多年之后呢，大陆当地的民众及考古学家想重新的一探究竟，在这底下的城市现在的样子。其中有一座叫做狮城的，它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当时的东汉时代。那算一算到现在，已经有1300多年之久了。东西这的湘西还是大家看得见的时候，水还没有淹进来的时候，就有很多的古迹在这个地方。当你一进来一看的时候，哇塞，你就会感受到，哇，真美，真美啊！从上面拍下去，整个千岛湖虽然是人工所蓄建而成，就水耶。一样，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可以看一看啊，整个千岛湖的景色。千岛湖下，原来还有一座千年古城，千岛百之，中国第一秀水之称的千岛湖，是一块林地。水库蓄水之后，千山就成了千岛，而千年的古城就沉睡在湖水当中，长达了半个世纪之久。这个地方，考古人员曾经带着潜水机潜入了水底，看到一座千年的古城，宁静而神秘的停留在另外一个时空。杭州西湖各距100多公里，是我们这条黄金旅游线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如今，千岛湖是全国最大的森林公园，国家5A湖区面积573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新加坡的国土面积。如果坐这样的游船到湖岸线走上1圈的话，至少需要7天左右。另外一方面，这个水特别的深，千岛湖湖水平均水深34米，最深的地方呢有100多米。所以大家也可以想象一下，它的蓄水量大的惊人。虽然面积只是杭州西湖的90多倍，就留下了西子3000个，群山以石膏这样的诗句。那么发展了自己的旅游事业，现在每一年接待200-300万游客，游的跳车路这一块就超过了1亿元。在全国300多个旅游湖泊当中，超1亿元的景区的话呢，只有我们千岛。这棵树呢，也被称为移民树，代表着一种移民的精神啊。
呢是最好的，取出来可以作为上等的石料。像这种地质堂取出来的石头，基本上呢作为中等的那种建筑啊。好，那慢慢往前走，待会儿呢还有天字堂的石头可以去看一下。至于千岛湖到底有几个城呢？古代的师城，江西和安徽，浙江的交通要道，再想想看，在当时1959年建造了当时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新安江水电站啊，当时师城这座千年古城呢，连同27个乡镇，就有1370几个古村庄，目前都在千岛湖底下哦。通常盖水库前建筑物都得拆除，但师城的水来得太快，来不及搬迁，得以完整的保存。当时从师城撤出来的人们呢，现在还望着千岛湖的底下，遥想着千年的师城曾经住在里面的师城。而这里呢有很多的小岛千岛湖嘛，你一听也知道，岛就已经非常多了哈。所以呢，本身的湖水是一个静态的水域啊，在这里也有几个岛，我们可以上下去旅游的啊，上岛啦，坐船啦，看看千岛湖啦。千岛湖底下还有大量的洞窟，传说中的宝藏从此都埋在水下了啊。我想1000年、100年之后呢，可能它又带来了另外一个新的契机，这就是千岛湖。这个塔叫六合塔啊，六合塔。我们《水浒传》当中的鲁智深呢，就是原迹在这个地方。这个塔的话呢，景之一啊，美景之一。这个呢叫六合塔啊，六合塔。那杭州这个城市的话，我们今天就进城来啊，然后来看一下啊，看一下。等一下的话呢，我们就会去到西湖景区啊，西湖景区。西湖的话呢，是我们来到杭州啊必走的一个景点，不管是以前有来过，那么没有来的话呢，有很多的老百姓呢站在这个边上，会被这个钱塘江的潮水给卷走，所以呢，这边的路灯。那个灯罩就跟那个寺庙里面的那个钟是不是一样的啊？寺庙里面的这个钟形是一样的，那其他的路面都不是啊，都不是。虎跑路啊，虎跑路这边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虎跑寺啊，虎跑寺，济公知道吧？哈，济公师傅呢就在这个地方圆寂的啊。即使有很多到了年底的时候就多有。你喜欢怎么样子的西湖？你喜欢什么样子的浙江？我一直喜欢的，在冬季跟春季来到浙江的西湖。我一直觉得就是在西湖呢，如果是很凉爽的游览西湖旁边的花港观鱼等等呢，都是一个非常令人很舒畅的一种旅游方式西湖东靠杭州市区呢，起于呢三面环山面积在6.39平方公里。你说它大，它当然不大，但它的名气响叮当。南北长约3.2公里，东西宽约2.8公里，绕湖一周将近有15公里西湖的平均的水深在2.27公尺。那西湖的旁边，也就是花港观鱼。这个花港观鱼呢，在春天如果它樱花绽放的时候，天哪，美不胜收啊！而这个花港观鱼呢，它也带有一种很难得一见浙江风情的中国式的美景在这里那我们一路绕着这个西湖，从花港观鱼一直看着这个西湖，看到这个西湖上面还有3个人工小岛在西湖湖中心，一山二塔，三岛三体5湖的基本格局。这里呢，也是中国所有
故事的发源地之一。西湖，相信你问10个啊，有来过中国的人，应该是差不多9个，拢有来过上海，拢有来过西湖，对吧？啊，大小西湖、西里湖、后西湖、后湖、北里湖、里西湖，哇，稀里哗啦湖，很多哦，非常多。那这也是西湖中国名胜古迹当中的首位，所以你也可以看得到很多以西湖命名的。不只是杭州西湖，越南也有西湖，到哪里都有用西湖，可见这个西湖它的名称有多么的美丽，而且它其实2000多年前的西湖还是钱塘江的一部分。由于泥沙的淤积在西湖的南北两山吴山跟宝石山山路形成了沙嘴啊，而浙江的这个杭州西湖，其实呢还有包括雷峰塔等等的附近的知名的古迹，全部都在这个地方。承认杭州太守的最有名的苏东坡也在这里，所以呢，来到这个地方，历史上对西湖影响最大的，显然是吴越国跟南宋时期。西湖全面开发的基本定型，就是在吴越国跟南宋的时期。进入了5代10国之后，吴越国在西元900多年以杭州为都城，与日本、朝鲜等国通商贸易的时候呢，由于吴越国的历代国王崇信佛教，所以呢，在西湖附近的新建大量的寺庙、宝塔跟石窟，扩建了台湾人最熟悉的济公灵隐寺，也在西湖旁边，扩建了肇庆寺、李安寺等等呢。还有什么也是我们最有名《白蛇传》里面的雷峰塔也在这个地方啊。所以你讲西湖附近的名胜古迹有这么当然多啦。由于西湖的地质原因，加上西湖的名气的关系，所以呢，西湖就这样子流传到了现在。苏东坡当时也在这边，为了其中一条长堤呢，后人为了纪念苏东坡，把它叫做苏堤。这个重点，因为苏东坡对西湖的治理做了极大的贡献哦，所以这就是西湖比较简单的一个介绍。来有乘船游西湖。江南有西湖，西湖看江南离上海不远，但西湖的名声真的太美了啊！你看看苏堤啊，我们走到了这个苏堤
堆积起来自南至北贯横湖面 2.8 公里的长堤，在堤上建了6座的石拱桥，自此西湖的水面分成东西2个部分，南北2山沟通以来，后人为了纪念这条长堤，也就把它称为叫做苏堤。杭州只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盖不可废也。这也是对于西湖的赞赏啊。现在的西湖2000年啦，你看看哈，到现在西湖还是在浙江杭州最贵的地段之一哦。你看看，过了1000年前西湖才有名，有名到今嘛，嘛是个有名。所以人家说哈，蛋黄区好像永远都是蛋黄啊，对不对啊？你就像北京好了，到现在呢还是天子脚下，几百年啦，你看看哈，从清朝哦，对不对哈？然后一直到了什么，到了这个民国哦，民国之后呢，你看又到了什么中共，对不对？你看几百年了哈。一样都是蛋黄区啦，你看上海啊，从以前到现在都是啊，西湖啊，这就不用说了啊。所以呢，这里也就拥有这么大的名气，也就拥有了我们每一次来到这边都一定会来旅游一番的浙江杭州两旁的梧桐树、西湖的景色跟故事。真的，杭州全中国最早对外开发的旅游城市之一就是西湖。到了尾声，我们走到了西溪国家湿地公园啊。这个湿地公园也是近年来到浙江杭州西湖一定会走的一个所谓的生态景区之一啦啊。